2001年，上海愚园路，一栋灯火将熄的小楼，孤独地屹立在拆迁留下的废墟上。梦幻的画面宛若一篇故事的开场。这个故事是关于城市的变迁，它的讲述者是加拿大摄影师吉拉德。格雷格·吉拉德是视差的老朋友，此前的视频曾介绍过他在香港的生活。今天要分享的正是他离开香港来到上海的日子。吉拉德与上海的第一次相识要追溯到1983年，那时的他身负游客的行囊，下榻在上海显赫的坐标和平饭店，望着黄浦江对岸浦东那一片片静谧的农田，他觉得像来到了一个被时间冻结的地方。城市的样貌在过去的数十年里几乎没有被岁月改变。15年之后，他决定移居上海。1998年，在湘江居住了14载的吉拉德把家搬到了申江之滨。刚定居下来，他便目睹了这座城市巨变的序幕。他后来回忆道，那时的上海就像一个巨大的工地，我的第一套公寓正俯瞰着一个被逐步拆除的街区。记得在一个阴沉的午后，最后一栋楼被炸毁，那场拆迁就那样彻底结束了。吉拉德口中的第一套公寓是他在原法租界一栋旧里弄里租下的顶层房间。这位曾经和平饭店里的外国宾客，此时已经成了弄堂阿姨眼里的那个拿相机的老外。刚来的那几年，吉拉德并没有急着按下快门。那段时间，上海的老城区常常出现这样一个身影，一个身材高大的外国人，深夜骑着一辆自行车在曲折的里弄间穿行。他是一个细心的观察者，记录下哪些弄堂的灯火正在变暗，那说明居民已经开始搬迁；哪些地方又开始围上了蓝色的施工挡板，那意味着拆迁的铁锤即将落下。直到2000年之后，吉拉德终于开始了他堪比考古的拍摄计划。他在不同的工地来回奔走，穿梭在正在拆除或者即将拆除的楼房之间，想赶在一切倒塌之前拍下他们的样子。在瓦砾满地、噪音轰鸣中，吉拉德支起沉重的三脚架，架上4:5的大画幅相机。为了保护精密的相机和娇贵的胶卷，施工现场扬起的漫天灰尘让他必须蒙上厚重的黑布，小心翼翼地更换底片盒。有时候风一吹，随风飞扬的石灰粉便会落在他的黑布和镜头上。这副略显夸张的行头经常会引来围观的居民，他们好奇地打量着，凑上来问的最多的问题就是：你是不是要买这块地？或者你是开发商派来的吗？最让吉拉德感动的是那些深夜里的光亮。结束了白天的拆除工作，热闹的工地归于宁静，残存的建筑沉默不语，看起来仿佛是一堆巨大的混凝土尸体。但当夜幕降临，在那些断壁残垣的深处，在2楼或3楼某个看起来摇摇欲坠的窗口，会突然亮起一盏昏黄的灯。那些是最后的留守者，他们或许正处于搬迁的拉锯战中，或者根本无处可去。吉拉德回忆起那些让他动容的场景，在已经失去了部分墙体的残楼里，或者整个弄堂只剩几户人家时，留下的居民依然会在瓦砾边缘摆好小桌子吃晚饭，接一盆水洗脸，在支离破碎的家园里继续吃饭、睡觉、看电视。看着这些，吉拉德觉得这是一种不可思议的韧性。他对这些留下来的人产生了好奇，他决定走进去看看他们过去的生活，在面对即将到来的拆迁时，又如何继续现在的生活。于是我们看见了那些颜色各异的卧室和床铺，挂满了毛巾纷杂拥挤的浴室，面貌清晰、笑容温馨的家庭合影，还有每家大小不一、形态各异的窗户，窗外都能看见同一个绚丽的上海。能够走进这些人家，吉拉德曾笑着称自己有外国人的便利。他记得当时上海弄堂里的阿姨爷叔对好奇的外国人往往很友好，甚至会邀请他进屋喝茶。只要你表现出对他们生活的真实尊重，他们很愿意让你拍下那些杂乱的灶台。不过，这些楼房的内部远不如外表那般华丽，它们大多原本是为单户人家设计的，
但在历史更迭中，宽敞的格局早已被分割，成了容纳多户家庭的蜗居。由于空间极度紧缩，住户们不得不共享厨房与便池，在人来人往的弄堂里刷牙、洗脸。在这种半公共的生活状态下，每一栋老房子都衍生出了一种独特的、带着无奈的共享式隐私。很多建筑、公共区域的维护已经40-50年没有更新过了。吉拉德曾在一个破旧的过道里驻足，看着墙上层层剥落，如蝉一般卷曲的涂料和胶漆，他忽然意识到，最底层的那抹颜色或许还是在20世纪30年代刷上去的。那些房子大多诞生于歌舞升平的时代，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他们目睹过城中的战火，也沐浴过几代人的烟火，在新世纪的曙光里，即将成为历史的尘烟。有一次，一位老弄堂的住户在得知吉拉德要拍自家的客厅时，竟然郑重其事地换上了整洁的衣服，还从箱底翻出了泛黄的相册。他心里清楚，这个老外拍下的照片可能是他们生活了几十年的家能留下的最后影像。虽然吉拉德已经很努力，但他的快门速度还是常常无法追赶上建筑消逝的速度。拍摄一直在进行，他发现弄堂里那种独特的背景音，收音机声、炒菜声、倒马桶的声音正在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推土机的轰鸣。有好几次，他在傍晚拍下一座精美的老宅，等到隔周再来补拍时，那里已经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深坑。这种急速的更迭让他产生了一种强烈的空间迷失感。在后来的采访中，他坦言，尽管在上海住了10几年，但他仍然会被一夜之间出现的立交桥或消失的街道搞糊涂。他将这种感觉描述为，就像自己生活在一个不断刷新页面的网页里。吉拉德有一个习惯，他有时会给拍摄对象寄送冲洗好的照片，但在拍摄上海时，这个温暖的习惯却常常落空。那些弄堂房子很快就消失在眼前，里面的主人也不知去向，很多曾经的门牌号都已经从地理意义上抹除。随着一栋栋老房子的不断倒下，更多高耸的新居拔地而起，那些被过去细碎的生活而紧密相连的邻里关系逐渐割裂，人们散落在城市边缘的各个新村和楼宇里。2010年世博会成功举行，随着盛会的落幕，吉拉德准备离开了。在他看来，那个初见让他痴迷的混杂且喧闹的上海已经变成干净、成熟、标准的大都市了。吉拉德已经完成了他的记录，我只是在对的时间出现在了那个即将消失的窗口前。2011年，吉拉德离开生活了13年的上海，回到故乡温哥华。至此，他已在亚洲旅居了近30年。他所拍摄的上海在2007年以幻影上海出版，书中的作品随后在多国巡展，并被加拿大国家美术馆永久收藏。2016年，在接受 Neo 记者采访时，吉拉德这样说道：“至今我仍常回上海，但从不会刻意去重访曾经拍摄过的旧地。然而，他们总在不经意间与我重逢，或是在参观一座新博物馆时，或是在光顾某家餐厅时，或是驶过一条新修的马路时，我会突然恍惚地意识到，这里是不是曾经就在我的镜头里？但那种感觉转瞬即逝，我旋即又被拉回到这个当下的上海，这已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是的，在过去与现在的交错之中，在朦胧的真实与幻影之间。谢谢你，吉拉德。”